到底在干嘛，等快要升天，你知道吗？直接干掉它，数一数二的其中一间了吧？这一餐真的是热量爆表哎，非常值得，每个东西都好好吃哦，有那种 Type C 的感觉。我现在好尴尬，超爆香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lison。现在呢，我人在美国的旧金山，也就是 San Francisco。今天呢，又来到了 Travel to E 系列。我每次要拍这个系列的时候，我个人都觉得还蛮兴奋的，因为就是不同的国家，然后有不同的美食。那旧金山呢，其实我来过几次，然后之前也有带家人一起来玩。今天呢，我想要介绍几间是我个人有吃过，然后我觉得还蛮好吃的私人口袋名单。我个人就非常推荐，如果大家有机会来旧金山玩的话，欢迎去试看看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赶快出发去吃美食，走！现在第一间呢，我想要介绍的是我个人非常喜欢、大爱特爱的 croissant， 他们家就叫做 Tartine， 我不知道是念 Tartine 还是 Tartine 还是什么，你有知道正解的人可以在上面留言和我说一下，非常感谢你。那他们家呢，就是在 San Fran 算是大有名气啦的 bakery 店家。他们家呢一定要点的就是这一个 croissant， 跟你讲超级好吃，它是非常的酥脆，然后里面也不会就是奶油味过重的那一种。因为我个人是很喜欢 butter， 但是我不喜欢太 buttery。今天我点了他们家2个品项，一个是这个原味的 plain croissant， 另外一个呢算是他们家也是非常有名的招牌，就是这个 morning bun。有点像是甜甜圈，然后有加肉桂这样。我先来吃一下那个 croissant， 给你看一下，超大，真的是跟我脸一样大哎。哇，这个真的很好吃哎！我上次来吃的时候，第一次吃很惊艳，然后这次来吃一样。你看它的那个分层啊，分层是非常完美的平均分配的感觉，不会有的洞太大，有的洞太小。然后它里面是外层是非常的 crispy， 非常的脆的，可能稍微动一下，它就会一片就落下来，一片就落下来，这样很好吃。现在呢，我来吃第2个东西，就他们的也是另外一个招牌 morning bun。我觉得应该是有糖霜加糖啦，就是蚂蚁人最爱的东西。然后它也是做成那种卷曲状，有点像是 escargot 的那种味道。试一下，它上面是写说它有加一点点肉桂，但是其实吃不太出来那个肉桂味，反而吃到比较多的是里面的那种柑橘香啊、citrus 之类的那种味道，很清爽哎。哦，我吃到一点点肉桂了，后面才开始出来，但是真的是点缀，而且它的口感吃起来比刚才的 croissant 会更脆一点，就可能更多油啦，热量更高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值得。有一些外面卖的那种肉桂卷都会太甜，然后太腻的感觉，但是这个的话非常可以，它只是一点点那种柑橘糖霜是透明的，然后上面是撒了那个白糖，那你吃起来又会吃到那个脆脆的口感，我个人非常喜欢。这间店呢，我觉得是如果你有机会来 San Fran 玩的话，你一定要来试看看。尤其是面包人啊，绝对不能错过他们的 croissant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去第2间，走。现在
第二间呢，我想要介绍给大家的呢，它叫做 Kitchen Story。他们家最有名的就是这个招牌培根，它是叫 Millionaire Bacon。然后它上面其实是有那种吃起来有点甜咸的，它的味道非常的特别，也是他们家最著名的招牌。那因为我个人呢非常喜欢吃 Egg Benedict， 就是它刚好有这个东西是结合了 Egg Benedict 跟 bacon 一起，所以我每次来的话我都会点这个东西。它的分量其实还蛮大的哦。旁边的 side dish 是给一些 sweet potato 还有马铃薯，然后给了一片水果这样子。那底下呢，就是它的面包应该算是法国面包吧，我最爱的荷兰酱 Hollandaise sauce， 这样子一份呢是23块美金，就是不便宜啦。但是我觉得以食物的美味程度来讲，我会愿意付这个价钱。哇，它的面包超脆，就是切的那个声音，可以听到非常 crispy 的声音。先吃一口，它的培根真的很厉害，就是让你吃了会心一笑的那种好吃。它有点那种烟熏的炭烤味，然后它上面有那种一层算是 glaze 吧，就是他们的 candy bacon 这样子，甜，超好吃。然后它的厚度是非常的厚，你看一下，超大片。然后你看它的厚度，来单吃一口它的培根，好好吃，一定要趁热吃，因为它一旦冷了之后，培根会变硬，变硬之后就影响它的口感，所以奉劝大家拿到之后快速拍照，然后直接趁热吃，直接干掉它。来吃一下它的班尼迪克蛋，我觉得他们的班尼迪克蛋啊，做到算是很完美的状态，就是那种一戳瞬间秒破，然后破了之后，它的蛋液就会流得这样淋漓尽致那样，我就觉得哇，看到觉得好爽。我要吃一口面包配蛋，然后配培根，感觉这些食物在嘴巴里唱起多重奏的感觉，每个东西都好好吃哦。旁边的 side dish 马铃薯啊 ，sweet potato 啊，还有应该也是紫地瓜吧。它本身食物是好吃的，然后它的外皮都有煎到有点焦脆的感觉，所以我也很喜欢它的口感。芦笋，你看。我现在好尴尬，我旁边坐的客人就是靠我非常的近，然后就觉得他们可能就是他想说这女的到底在干嘛。总而言之呢，他们家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培根啦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来附近玩的话，你可以来吃一下他们这个非常有名的 Million Bacon。吃到这一片啊，我觉得不虚此行，不枉费我刚走这么多的路。现在呢，第3间我想要介绍的，它叫做 Four Barrel Coffee。他们家算是在旧金山的咖啡界里面，应该算是数1数2的其中一间了吧。这边还蛮多咖啡厅的，然后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咖啡豆的制作工厂，他们家也不例外。所以你在那边喝咖啡的同时，你也可以欣赏一下整个咖啡制作的过程。我个人是觉得还蛮疗愈的啦。他们家呢，我最推荐的是 Cortado。通常我个人是喜欢喝 latte 或是 cappuccino 比较居多，但是他们家的 Cortado 喝起来你会觉得稍微比较不一样。它喝起来是那种有一点不会算是苦，会算是有一点点微酸。它这个酸喝起来是舒服的那一种。我个人不是很喜欢喝酸的咖啡啦，但是他们家的我可以。我真是觉得这个小一杯，感觉就是立马就是帮你快速充电，有那种 Type C 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就觉得哇，现在喝完之后，这个精神又来了。然后它的泡沫其实也是蛮细腻的那一种。好喝。
好，现在最后一间呢，我想要介绍给大家，算是我在 San Francisco 每一次来玩的时候，我都一定会吃的。这间店呢叫做 Super Duper， 它是旧金山非常有名的连锁店。虽然它是连锁店呢，但是我觉得它的食物是不马虎的。那我今天点的呢是他们的招牌汉堡。那招牌汉堡有分2个 size， 一个就是 mini size， 另外一个就是 super size。那我觉得亚洲人来的话，就是点他们的 mini size， 我觉得就够了，因为你还要点他们另外一个招牌薯条，就是这个叫做他们的 garlic fries。这 garlic fries 真的是超爆香，每次去拿食物的时候，我会闻到那个大蒜味，就觉得哇，整块要升天，你知道吗？超香，这个是大蒜迷最爱。他们家还有很贴心的附这个酸黄瓜，就是放在旁边，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拿的，就要吃多少拿多少，就是让你解腻专用。然后我就是点他们的招牌是牛肉，那你可以自己再加料加 topping， 可以加 bacon 啊，加鸡蛋啊。但我今天只有加 cheese 啊。先吃第一口，它的牛肉，它的牛肉味其实蛮重的，但是我个人很爱。我跟你讲，一口吃就对了。它的那个面包啊，有稍微就是烤过，然后它的里面内层2层，它其实都烤到有点焦焦脆脆的这样，然后吃起来那个焦香味哦，特别的香。它的肉算是非常多汁的那一种，然后它还有包生菜跟番茄，还有洋葱，那就是它的招牌牛肉。它的 cheese 啊，我会强烈建议你一定要加，就是你要选 topping 的时候，麻烦你一定要加 cheese 进去。我选的是 cheddar， 他们的 cheese 加进去之后，你整个肉片就是深黄，煎黄瓜，哇，好酸哦！哇，它黄瓜有这么酸吗？接下来来吃一下这个，每一次来都会点 garlic fries， 然后上面有撒满满的 cheese， 那大蒜味超浓，超多 cheese。完了，这一餐真的是热量爆表哎！哇，它 cheese 超好吃，然后它的 garlic 味非常的重。今天如果你是很怕这个大蒜味的话，你可能没有办法接受，但是我个人是超爱。每次我来的话，就是固定的就是这样点一个 mini burger， 然后一个 garlic fries， 然后再加他们的 soft drink。soft drink 的话，他们家是 free flow， 就是你可以一直喝。很棒的是，他们有 Dr Pepper， 就是樱桃口味的可乐。但是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 Dr Pepper， 因为他们觉得喝起来很像药水。但我个人不知道为什么，就觉得喝起来就是特别深得我心啦，我还蛮喜欢的。总之呢，这一天也是我强烈推荐给大家，所以大家有机会来的话，这个一定要试。OK， 好，以上呢就是这一次我想要介绍给大家在 San Francisco 我个人还蛮喜欢的美食。这个 Travel to Eat 系列呢，如果你还有想看其他地区的美食的话，也欢迎在下面留言一并告诉我。那喜欢今天这支影片的呢，不要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下礼拜见，拜拜。